娘子，不要走！李青山，你我仙凡有别，就此别过吧。朝夕相处的妻子，刚觉醒出中品灵根，便立马跟我斩断了关系。是啊，仙凡有别。今儿我就100岁了，是活得久了，没灵根，没功名，没银子，一辈子没有走出村子。青山爷爷，我今日在山上摘了一筐野樱桃，可甜了，你快尝尝。真甜，谢谢二丫。今天是您的100岁大寿，这一筐野樱桃送给您，祝您活1000岁。活1000岁，那我不成仙人了啊！仙人，两位仙人来我桃花村有何事？让你们村10岁以上、18岁以下的孩童都出来检测灵根，若有灵根，可随我回山修行。走！80年前，法器觉醒了中品灵根，抛弃了我和孩子离开。如今行将就木，再看这些，不过是徒增伤感罢了。青山爷爷，我有些害怕。嘿嘿，二丫不用担心，就是一个检测，去吧。金水霜灵根，灵气感应度35，上品灵根。上品灵根带回宗门，我们必然受嘉奖。这上品灵根。仙女姐姐，我能求您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给青山爷爷也检测一下吧，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春秋门。二丫，你不明白，100岁凡人寿元将近，检测灵根没有任何意义。求求你了！李青山，你来试试吧。怎么回事？测灵时竟然自行测试。99寸，纯青道月，这是传说中的木属性天灵根，感应度至少80以上，这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100岁凡人身上？天灵根，老爷子，你拥有万载难逢的天灵根呐！可惜太晚了，100岁高龄，气血枯败，经脉萎缩，纵然是天灵根，又能如何？单单引气入体这一关，就足以耗尽你最后的生机。是可惜了，要是早几年。仙女姐姐，求求你了，青山爷爷有灵根了，是最好的天灵，他一定能修炼的，带他一起走吧，不然我也不去了。带回一个100岁天灵根，几乎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投入，宗门会怎么看？罢了，李青山，念在二丫一片赤诚，也念在你这天灵根的份上，我可以带你回春秋门，你可愿意？这么老了，还值得修仙吗？老朽愿意。竟然真同意了！多谢仙子成全，二丫，谢谢你。不对，要叫你大名周桃夭了。太好了，青山爷爷，咱们可以一起去修仙了。你想跟你娘道个别啊？我明明没有灵根，如今到了100岁，却突然有了天灵根，这葫芦着实可疑。哼。100年蹉跎，
本以为黄土埋井，没想到在这生命的尽头，竟真的踏上了仙途。啊，天灵根，就是他吗？果然灵运天成，我春秋门有此天灵根，真是天佑啊！朱师叔，不是二丫。啊，这，老哥，你是不是看起来显老？无妨，我春秋门有弥补气血的灵丹，只要不超过60岁。那个，老夫今年正好100岁。啊，多少？100岁？100岁，气血枯竭，经脉如朽木，识海浑浊如泥潭，天灵根竟是天灵根，天道何其弄人！若早80年，不，哪怕早40年发现，我春秋门经济资源，也必能培养出一位元婴真君，甚至有望化神。可现在纵然是天灵根，引气入体都难入登天，寿元顶多再延10年8年，筑基更是痴人说梦，又有何用？长老，那该如何安排？宗门资源有限，就不供额外资源了。后山废宝殿还缺个看守，挂个外门弟子名头，负责日常杂草，能否有所得，全看他的造化。废宝殿听起来偏僻，倒也清静。青山爷爷，厉师弟，这里就是废宝殿了。殿后有一间小屋，你就住那里，职责就是每日清扫灰尘，别让东西塌下来砸到人就行。这是你的身份玉牌和基础引气法诀长春诀，这里灵气稀薄，你自己保重吧。对了，没事别乱跑，后山深处有禁制，很危险。沈清子，当年你欺我无灵根，说仙凡有别，今日我李青山也入了道门，若有相逢时，你是否还记旧时情？废宝殿100年光阴，黄土埋井，能得窥仙门一角，也是意外之喜。既然前路已定，那便顺其自然吧。长春诀分为门规常识和修炼法门，共10层，对应炼气1到10层。有了天灵根，感气可以，但体内气血衰败，引气入体，难如登天呐。以后要在此处常住久居，是要打扫一番。我以前了解过一些修仙常识，这是下品引气丹，虽然灵气微弱驳杂，但不是废丹。我喝了这葫芦里的水，有了天灵根，二丫说不定也因此有了灵根。不知道放入这颗引气丹是否会发生变化。1、2、3、4，4道丹纹。这是极品引气丹，这祖传的葫芦竟是宝贝，能提升丹药品阶。木属性法力，炼气1层。有了这黄皮葫芦，我的仙途有望了。废宝殿只有1年的存货，成型的废丹并不多。
这黄皮葫芦竟然能变废为宝，将一枚下品灵丹直接蜕变为极品灵丹，废丹只要残存一丝药力也能提升，但彻底化粉或粘连成块的废渣无法提升。哎呀，发财了！这一下真的发财了！当务之急是将这些丹药炼化成自身实力，极品灵丹若是暴露，只怕我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炼气3层，3个月炼气3层。听说天灵根炼气期也需至少1年。哎呀，极品丹药果然有效，只是废丹已经没了。接下来试试葫芦的其他功能吧。就连枯萎的灵草也能复苏提升，1年份变20年份。要是你能再大一些就好了。啊！再大些，再大些！再大些，再大些，再大些！葫芦变大变小和精神力有关系。变小，这下好了，变小好隐藏，以后就叫你如意葫芦吧。下品法器变极品法器，只有残而未死、尚存一丝灵性的物品才能被转化提升。这里是一座宝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秘密绝不可暴露分毫。如意葫芦连法术都能提升，这空法是否也能更上一层楼？长生诀，生生不息，绵延寿元之道。法门之精妙，远胜长春诀10倍。每一层修炼出的法力，金春浑厚数倍，更能滋养肉身，延缓衰老，增长根基寿元。哎呀，单单练气期就能延寿一个甲子，太逆天了！这如意葫芦简直是造化之宝。要修炼长生诀，必须3功重修，可我也是100岁高龄，3功风险太大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既有通天大道在前，岂能因为难而踟蹰不前？炼气1层，长生法力磅礴浩瀚，竟不弱于之前炼气3层。李青山见过叶师姐。李青山，看来这废宝殿未让你彻底消沉，修炼有所进展。托师姐的福，闲暇时尝试修炼长春诀，倒也有些微末进展。你引气成功了？唉，数月苦修，侥幸踏入炼气1层。你能在此等年纪、此等环境下引气成功，天灵根的确不凡。可惜经脉淤塞严重，气血枯竭，这炼气1层，恐怕已是极限。若不是3功已经炼气3层了，幸亏3功不会引起怀疑，
能得窥仙门一角，已是侥天之幸，不敢奢求更多。多谢师姐当日引路之恩。只是不知师姐可知晓一位名为沈清慈的修士？玉寿宗的沈清慈，他那中品水灵根，修行刻苦，如今已是筑基大圆满。筑基修士，好啊！这2颗是1阶中品气血丹，能补充气血，对你颇有助益，或许能让你多活1、2年。多谢师姐厚赐，不必多礼。我此次前来，是例行清理废宝。师姐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修为低微，身处荒僻之地，心中忐忑，不知师姐能否赐下几种最基础的防身法术，不求克敌，只求遇到毒虫猛兽可勉强自保。行，此3枚玉简分别记载3种基础法术：火球术、飞羽术与敛息术。火球术消耗较大，需谨慎；飞羽术为轻身之术，敛息术消耗最小，或许对你最为实用。李青山，多谢叶师姐传法之恩。练习藏形，身不外驰，气回丹田。这法诀正是我最需要的保命之术啊！极品气血丹，叶师姐给的都是下品法术，现在变成了1阶极品法术，对炼气大圆满都有极大威胁。尤其是维息术，若修炼成功，哪怕筑基修士也探查不出我的真正修为，一定要修炼成功。必须成功，否则身我一把便是取死之道。维息术成，方有立身之本。炼气4层，炼气4层就能做到神识外放，长生诀果然强悍。喂，那个老家伙，对，就是你，过来，本小姐有话问你。这位师姐有何吩咐？你就是看守这破地方的外门弟子，真是又老又没用。我问你，前几天有没有人送来一批废弃的试炼法器？里面有没有一个巴掌大小、赤红色、像鸟雀形状的玉佩？回师姐的话，小老儿每日只是打扫，新送来的杂物都堆在那边角落，还未及细细整理。没留意，要你这老废物有什么用？还不快去找！瞪着你那双老眼看什么？赶紧去垃圾堆里给我翻！要是找不到，耽误了本小姐的事，有你好果子吃！是，小老儿这就找啊！快点儿，没吃饭吗？老胳膊老腿的碍事，真是废物！磨磨蹭蹭的，看着就来气！耻辱不能，必须忍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活下去才有将来。师姐息怒，师姐息怒，小老儿这就快点找，这就快点找。老东西，
给你3天时间，把这破店给我翻个底朝天，也必须把那个赤雀玉佩找出来。3天之后，本小姐再来，说是见不到玉佩，我就拆了你这把老骨头扔去后山喂妖兽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，明白，小老儿明白，一定照办。李师弟，听说刚才张师姐来过了。原来是张师兄。是啊，张师姐刚走，发了好大的脾气呀。李师弟，你可是惹上大麻烦了。那位可是咱们宗门金丹长老张玉真师祖的嫡亲孙女张红秀，张师姐从小被宠坏了，在内门都是横着走的角色。她要是真发起火来，谁也保不住你啊！金丹长老的孙女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张师兄，你可得救救小老儿啊！师弟，我给你交个底。张师姐要找的那赤雀玉佩，据说是一件不错的宝贝。你若是找到了，千万别直接给她啊！那你先给我，由我转交给张师姐。我和张师姐关系好，我把玉佩给她，她才不会生气。你直接给她，说不定她要杀你灭口。你明白吗？你放心，以后在宗门里，我自然会多照应你一二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这是把我当3岁小孩了。哼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张师兄指点，多谢张师兄搭救之恩呐！若能找到小老儿，一定先交给师兄。看你也不容易，这有2颗灵石和1颗聚气丹，你拿着，好好养伤，尽快把玉佩找到。记住了，找到了立刻通知我。是，一定，多谢张师兄，张师兄慢走。想拿老夫当垫脚石？嘿嘿，谁是垫脚石不一定呢。这是金丹期修士才能制作的一次性宝物符宝，足以威胁神之面纱筑基修士。难怪张红秀如此着急上火。张明说的对，如此重宝若是直接交给张红秀，他说不定会杀人灭口。可若不交，3天之后如何应对？或许未必要交给张红秀，必须跳出他们的棋盘，寻找一个更稳固的靠山，将这胖瘦山芋转化为护身符。臭老头，掌柜的，兑换灵石。老人家，按规矩，1颗中品灵石换105颗下品灵石，2颗给您210颗，如何？方是规矩，是1比110，就按您说的。光靠废丹殿的那些废丹还是不太够，我需更多的丹药。这些灵石换成灵丹，也更让人放心一些。掌柜的，你这里可有提升修为的丹药？当然有，这是1阶下品聚气丹、益气丹，1阶中品清灵丹、清华丹。那你这儿有4道丹纹的极品灵丹吗？老人家，你是不是傻了？整个春秋门都没几个人能炼制极品灵丹，完美品质的聚气丹，1颗至少要20颗灵石，谁能吃得起？原来如此，这些灵丹都给我来点，清华丹1瓶，聚气丹和清灵丹各10瓶。掌柜的，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修行大全，有着春秋门的不少内幕消息，比如说各个仙子的情况啊。掌柜的，这叶灵霜是什么人？为何排在不能招惹的弟子第一？叶灵霜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咱们春秋门的真传弟子，炼气大圆满，春秋门第一仙子，据说和传说中的那位元婴太上长老有关系。魏景这么强大，反正不能得罪就是了。告辞。这些怎么卖？
止血3母灵砂，回气丹10灵砂1瓶，废丹给1灵砂全拿走。这些丹药虽然品质很差，但却比杂货铺里便宜了很多。看你也不容易，止血散、回气丹各2瓶，废丹给我，一共30灵砂。我展现的修为只有炼气1层，花费灵石太多，那就太扎眼了，差不多走了。人呢？晦气，让他跑了。没想到宗门内都这么危险。行，这次闭关不突破炼气后，叶师姐，李青山，你不在废宝殿，在此何事？弟子有要事禀报，事关重大，能否请师姐一步？随我来。此物是弟子清理废品时偶然发现的，看起来颇为不凡，因此想要献给师姐。赤雀符宝，此物怎会出现在废宝殿？你从何处得来？说实话。前2日，张红秀师姐来废宝殿，让我帮忙找一件玉佩，弟子后来在废弃物深处找到的，当时被污泥包裹，弟子清洗后才觉得此物不凡，想起师姐上次援手之恩，不敢隐瞒，特来献给师姐。你可知此物为何？弟子不知，只觉非凡。此乃金丹长老制作的符宝，威力足以威胁筑基修士。张红秀让你找的东西，你不直接给他，为什么送来给我？张红秀师姐打了我一鞭子，还说找不到就杀我灭口。弟子怕即便是找到了给他，也会被灭口。只求师姐念在弟子一片诚心，能稍稍庇护弟子一二，给弟子一条活路啊！你倒是个明白人，懂得怀璧其罪的道理吗？你的请求我应下了，只要你在宗门内安分守己，我叶灵霜可保你无恙。这100下品灵石和3瓶聚气丹，你拿去好生修炼。这张金刚符可抵挡炼气后期全力一击，这张金针符可杀炼气中期修士。你留着防身，切记好生待在废宝殿，莫要再轻易招惹是非。多谢师姐厚赐，多谢师姐庇护之恩呐！有他这句话和这些资源，至少短期内安全无虞了。李师弟，李师弟啊！张师兄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了！你昨天是不是没找到玉佩？是啊，萧老儿翻遍了，实在没找到。幸亏你没找到，那赤血玉佩是被叶灵霜叶师妹捡到了。今天一早，张红秀抽到叶灵霜洞府区药，两人打起来了。啊！结果张红秀不敌叶灵霜，受伤不轻，事情闹到长老那里，玉佩归叶师妹，张师妹被罚禁足思过半年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张师兄告知，真是太险了。算你运气好。半年，叶灵霜给我争取了半年安全时间，这半年内我必须尽可能提升实力，炼气4层远远不够。啊！半年闭关，凭借海量极品丹药和长生诀，终于炼气7层。此刻我丹田内的法力浑厚程度，足以媲美普通炼气9层，甚至大圆满。长生诀果然逆天。半年已过，张红秀也该出来了。我无法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叶灵霜身上，只能靠自己。青山爷爷，青山爷爷，您在吗？二丫，真的是你！青山爷爷，您气色比上次好多了，而且您突破到了炼气期。托你的福，爷爷这把老骨头总算没白费功夫。倒是你1年不见，都长成大姑娘了，修为也精进如此之快。爷爷，我拜师了，是丹下峰的柳云烟长老，金丹后期修为呢。这次我突破炼气3层，才好不容易求师傅允准出来看看你。爷爷，这是真正的外门弟子身份玉牌。我求师傅帮忙办的，以后你每月可以领取5块下品灵石
和一瓶一气丹，还有这些我积攒的灵石和丹药，你先拿着用。二丫，桃夭，谢谢你。说起来，二丫真的是我的贵人，若不是她恳求叶灵霜，我无法检测出天灵根，更无法进入春秋门。爷爷，您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可惜我修为还低，在师傅面前说不上太多话，不然就能让爷爷换个好点的地方了。桃夭，你有这份心，爷爷就知足了。这废宝殿虽然荒僻，倒也清静，只是爷爷年纪大了，有时也想出去走走。不知宗门可有那种需要弟子外出驻守一段时间的清闲任务？外出驻守的任务，有的有的，万事堂应该就有，我陪你去。张红秀睚眦必报，半年禁足期满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正面冲突乃下下之策，必须暂时离开这是非之地。这位师妹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我爷爷想接一个外出驻守的清闲任务，时间稍长一些，最好离山门远点。有，清凉坊距离山门1300里，需要一名弟子常驻3年，负责简单协调联络工作，平日很清闲。甚好，就这个了。老朽就图个清静。桃夭，不知叶灵霜叶师姐近来可好啊？叶师姐啊，她可是我们众弟子的传奇，据说前不久得了一桩大机缘，回去就直接闭关了，说是要突破筑基境呢。叶灵霜闭关冲击筑基，靠山不在，张红修若来找麻烦，更无人能及时援手，更坚定了我暂时离开的想法。注意安全，保重。哎，你老家伙，给老子站住！识相呢，把身上灵石和值钱东西都交出来。爷几个心情好，或许能饶你一条老命。各位好汉，小老儿只是宗门派遣外出办事的，身上实在没什么油水啊。少废话，宗门弟子更废。动手！区一个炼气5层，2个炼气4层。该死，极品飞剑，怎么可能？活了100年岁月，什么事没见过？斩杀劫修和当年杀土匪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连初代都没有。幸亏我有如意葫芦。李青山，看守废宝殿的那个，你这年纪和修为，罢了。方氏东头有个堆放杂物和废料的院子，以后归你管了。你职责有3：一，每日收集各店铺废弃符纸、炼器渣子、药渣，运到东头院子焚烧处理；2，负责5位外门弟子的食宿；3，接收宗门普通文书讯息，转交给我。明白了吗？弟子明白。定当尽力做好，焚烧垃圾，专业对口，正中下怀。这方氏的废料，说不定就能淘到好东西。王海，带他去住处。是。这4个是外门杂役弟子，里面那个是焚烧处，
比废宝殿那件好些，至少不漏雨。炼气8层，1年苦修，水到渠成。修炼长生诀后，体内法力浑厚程度更是直逼炼气大圆满。火箭术与绯红术，终于都彻底修炼成功了。炼气期极限140年寿元，修炼长生诀增加1个甲子，足有200岁寿元。我103岁，还有90多年。等我突破筑基，寿元又能暴涨一大截。修仙太有奔头了。不过我的攻击和防御手段还是太单一，该增添些防身手段了。赵执事，今日我想告假。准。掌柜的，这盾牌和这些符箓怎么卖？哎，老人家好眼力！这青纹盾虽然坏了7、8成，但曾经是上品法器，如今又下品法器威能，足以抵御炼气中期修士全力一击。20个灵石拿走，这些灵符，一阶下品的1颗灵石1张，一阶中品的3颗灵石1张。都给我包起来吧。这些废料呢？我拿回去压咸菜缸。哈哈哈，压咸菜缸，行，1块灵石全拿走。明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啊！极品防御法器，这气息几乎触摸到灵气边缘了。有此盾在手，炼气期内无人能轻易破开我的防御。一阶极品灵符，关键时刻能扭转战局的底牌。雾土真罡，极品防御法术，修炼至大成，防御力堪比顶级防御法器。分光化影剑诀，极品攻击法术，分化剑光，虚实相生。燃血盾，特殊秘术，燃烧精血，速度暴增，绝佳保命逃遁之术。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。宝物虽好，需化为己用才能真正成为实力。共有赤龙剑、分光化影剑诀、魔剑术、极品攻击符箓。方有青纹盾、雾土真罡、金刚符，好有绯红术、燃血盾，隐有归西。炼气期内已经无人能敌，即便面对筑基初期修士，也未必没有逃生可能。张红秀，待我再进一步，便是归期。原来已经105岁了吗？2年苦修，炼气9层，法力已经不逊寻常筑基初期修士。再过2月，便是任务期满，返回宗门之时。我用归西术只留入炼气3层修为差不多了。张红秀不知是何修为，此番回去终究要做个了断。李管事啊，李管事啊，李管事啊！王师弟，何事如此惊慌啊？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守朝好多妖兽把方氏围住了，大阵快要撑不住了。
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异界妖兽？不知道，毫无征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驱赶或吸引来的。你看他们进攻的阵型，必有2阶妖兽在背后驱使，已经向宗门发出求救符讯了。所有人听令，死守阵眼，灌注法力，能成一刻是一刻。结阵防御，跟这些畜生拼了！跟你们拼了！2阶妖兽嘛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青阳方式彻底完了，必须先离开。陈峰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驱动这次兽潮，就把流影玉简给我。张师弟，稍安勿躁。那份记录了你用噬心蛊暗算同门师兄抢夺机缘的玉简，自然要还给你。若是流传出去，青阳方式已经毁了，筑基修士马上过来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我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这个小小的青阳方式，而是春秋门新晋筑基修士叶凌霜。春秋门得知此地被兽潮围攻，必会派遣筑基修士前来救援，领队者极有可能就是刚刚筑基、需要历练巩固修为的叶凌霜。只要杀了他，便是大功一件。届时别说你的流影玉简，就是助你筑基也未尝不可。杀筑基？陈师兄，我们只是练技技啊！哼，蠢货！我竟然敢谋划此事，岂会没有准备？福宝，你只需操控好那头蠢狼，让兽潮攻势更猛些，逼出他们的筑基修士即可。剩下的交给我。我明白了，笑野狼王已被我用秘药和蹄印暂时操控，会听从指令加强进攻。很好，去吧。记住，你我如今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哼，还有个炼气3层的老家伙送上门，真是弱。但可惜你必须得死。没想到兽潮后面竟然还隐藏了2个炼气大圆满修士，对方如此警觉且狠辣，随手就要灭口，兽潮肯定和这2人脱不了干系，看来不得不出手了。大胆魔念，安敢犯我春秋门地界！叶师姐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叶凌霜，你果然懒惰，等的就是你。我说青阳方式怎么会有兽潮？竟然是你们驱动的！我叫妖人受死！是。还有买1送1，附带个筑基老鬼，正好一并解决了。哼，好危险的感觉。是极品魔道符宝。下一个就是你了，叶凌霜。
魔念，休得猖狂！叶灵霜，最终还不是要死在我陈峰手里？放心，我不会那么痛快让你去死的。能亲手扼杀你这样的天才，真是令人愉悦。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张铁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杀了叶灵霜！杀了他，月下还你，我所有宝物都给你。死吧！主姬前辈，我乃是江内门弟子，家世乃金丹长老。阁下何必为了一个将死的叶灵霜，与我生教结下死仇？如缘罢少，我愿以心魔起誓，概不追究，献上全部身家，引荐阁下入圣教，得金丹老祖亲自指点。说完了，去死吧！李青山，你的修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竟然能上炼气大圆满的修士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带你离开这里。我的长生诀法力可以救人，但长生诀事关重大，绝不能暴露。李师弟，这是什么丹药？药效竟如此强大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还有你的修为。也好，刚好找个理由让法器和修为变得合理些。叶师姐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实属师弟我侥幸啊。1年前，弟子在郊外发现了一处有筑基前辈遗骸的洞府，当中留下了这柄飞剑、几瓶丹药、一些灵石和一部残缺功法玉简。弟子靠着前辈遗泽，修为才侥幸突破到炼气6层。刚才给师姐服用的丹药是剩下最好的一颗。弟子见识浅薄，不知其具体名目，只觉得药力非凡，情急之下就给师姐用了，还请师姐勿怪。原来如此，这是你的仙缘，何怪之有？若非前有你送上福宝，再有你这颗丹药，我恐怕……李青山，你救了我2次，师姐言重了。当年若非师姐引我入门，又多次相助，弟子早已是一抔黄土。今日能侥幸帮到师姐，是弟子分内之事。只是师姐，弟子年事已高，资质驽钝，别无他求，只求能安安稳稳的多活几年。得此机缘已是惶惶不安，生怕怀璧其罪，引来杀身之祸。能否请师姐保密微末修为和洞府遗泽？你放心，此事以我道心起誓。出你之口，入我之耳，绝不对第3人提及。你与我有恩，我叶灵霜绝非忘恩负义之人。你既想求个安稳，自当为你出拳。多谢师姐成全。李青山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任务期满，也该回去春秋门了。张红秀禁足早已期满，你此番回去，若有麻烦可来寻我。多谢师姐。张红秀，2年多过去，该做个了断了。那位筑基师叔为救我，陨落于魔教妖人的诡异符宝之下。我凭借师父赐下的保命之物，侥幸反杀了敌人，但重伤动弹不得。多亏这位李师弟机警的带我躲藏起来疗伤。多谢李师弟。
我已经练气9层，哪怕有如意葫芦，废宝殿中的东西也不太受用了。李青山拜见叶师姐。李师弟，张红秀前几日已经闭关，准备冲击筑基期了，要好几个月才能出关。他或许早就忘了你，应该不会找你麻烦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多谢叶师姐，闭关了也好，至少暂时安全了。可他若筑基成功，出关后真的找我麻烦，我又该如何抗衡？必须想办法提升实力，甚至筑基。筑基需要筑基丹，筑基丹珍贵无比，都被宗门严格管控，似乎只有丹殿能够获取。叶师姐，我想去丹殿。你想去丹殿？我年岁已大，修行前路艰难，对炼丹之道倒是有些兴趣，想着在丹殿或许能学到一星半点，将来也好为自己炼制些延寿固元的丹药。也好，丹殿确实清静些，灵气充裕些。我与丹殿一位长老有些交情，可以安排你进去做个炼丹学徒。若是你突破到炼气后期，我想办法让你成为内门弟子。多谢师姐成全。听说了吗？废宝殿那个烧垃圾的老李头，不知走了什么运，竟然调到我们丹田来了。好歹是天灵根，100岁怎么了？说不定他就能成为元婴老祖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100多岁了还跑来当炼丹学徒，他认得全基础灵药吗？听说他跟叶师姐关系极好，怕是叶师姐看他可怜，给他找个清闲地方等死吧。百年红尘历练早已磨去了我的火气，这些许风言风语不过是清风拂面。是严大师。那可是严大师，许多筑基期的炼丹师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丹殿中为数不多能够炼制筑基丹的存在。严大师莫非是来挑选炼丹学徒的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师，弟子李青山。100岁了，还想来学炼丹？是，弟子虽年迈，但心中向往丹道，愿竭尽全力一试究竟。向往丹道，怕是走投无路，想来混日子的吧？炼丹不是儿戏，需要天赋，更需要毅力。你没几年可活，能有多少毅力？弟子自知愚钝，年岁无多，正因如此，才更知时光珍贵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只求无愧于心。明天来禀字切好丹房，1年之内若不能将万药初阶倒背如流，就自己滚蛋，别浪费老夫时间。多谢大师。什么？严大师竟然选中了李青山？老李头走了狗屎运啊！凭什么？李青山，这3叶青枝的采摘时辰和处理方法，书上写的明明白白。你是老眼昏花，还是根本没记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提炼虚温火慢为12个时辰，你这控的是什么火？烧灶台吗？五行心性皆是上佳，可惜年纪太大，根基太差，灵力操控是硬伤，否则，可惜了。严大师若是知道他眼中灵力低微、控火粗糙的学徒，正将他炼废的丹药当糖豆一样吃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你突破了！那瞬间的气息绝非炼气6层。回大师，弟子近日感觉瓶颈松动，方才侥幸突破到了炼气7层。算你还有点用处，没白费老夫一番口水。既然突破了，以后就试着帮忙控火，从头学起。是，多谢大师。炼气7层虽然依旧惊人，但比炼气9层乃至大圆满要好解释得多。看好了，小子，筑基丹乃夺天地造化之灵丹，主修是逆天改命，铸就道基。其难在3点：其一，主材难寻，
3大主要900年份的紫阳九叶花，1心火莲的莲子，以及1000年石乳淬炼的精华，每一样都珍贵无比，近乎绝技。筑基丹，梦寐以求的筑基奇迹，终于看到了曙光。第二，药性霸烈融合极致，3种主要属性各异，阴阳相冲，需以极强的神识和精准的灵力操控，找到平衡点，稍有差池，便是炸炉毁丹。其3，成丹一刻，丹结内生，筑基丹逆天而行，成丹时会自动引动一丝内在丹结，这一步失败率最高。老了，神识终究不如年轻时敏锐了。大师，这些废丹，弟子能否留下？你要这些废丹何用？药性冲突，灵气狂暴早已无用，甚至有害。弟子想留着观摩学习，看看大师炼丹过程中哪些地方容易出纰漏，引以为戒，或许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丝筑基丹的残留道语，对弟子修行或有微末裨益。对你一堆垃圾而已，别放在丹房里碍眼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1颗中品，9颗下品，也算不负所托了。你这老小子悟性确实不错，观摩这3炉能看懂几分？大师技艺通玄，弟子愚钝，只能看懂皮毛，深感丹道浩瀚，自身渺小。还算有自知之明，收拾一下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。是，大师。13颗，足够多了。即便有了极品筑基丹，筑基之地又该选在何处呢？在宗门内筑基，动静绝不会小，长生诀异象难以完全掩盖，必须离开宗门，找一个绝对隐蔽之地。当年从桃花村来春秋门时，曾路过一片荒无人烟的上古战场遗迹，那里灵气混乱，正好可以掩盖筑基异象。筑基非同小可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先去藏经阁看看。遮掩天机，因修为于无形。老师兄，你确定要选这个？这玩意儿搁这几百年了，就没见人练成过，纯粹浪费一次机会。老师弟费心，老朽就是看着名头唬人，想拿回去琢磨琢磨，成与不成，全当解闷儿了。看你年纪大，跟你说个趣闻，这残篇是几百年前古一计划出的，当时还轰动了一阵，结果谁也练不成。有人猜测这是真正遮天秘术的极小一部分残篇，传说中的蒙蔽天道感应的无上法门，可惜只是残篇，无人能够修成。听说了吗？张玉珍长老的那位宝贝孙女张红秀师姐前几日冲击筑基失败了啊！失败了？怎么会？她准备那么充分？据说最后关头心魔反噬，差点伤了道基，现在正在洞府养伤呢。玉珍长老发了好大火，准备等她伤好了再次重启筑基。张红秀筑基失败，为老夫争取了宝贵时间，但张玉珍长老必定会不惜代价助他2次筑基。一旦成功，出关后会更加难产，必须尽快筑基。道友好眼力，这可是上古异宝。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也就是件有些年头的旧法器，防御不行，引力效果有限。5个下品灵石，我拿回去研究研究上面的古符文。5个也太少了，7个，7个灵石你拿走。
50灵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破铁片除了硬点，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。道友，这可是从古战场流出来的，说不定就藏着大秘密呢。50灵石不二价。哼。这东西倒是挺沉，怎么卖？40灵石你拿走。10块灵石，我买回去压咸菜缸。20，最低20灵石。那小遮天术若真能补全，哪怕只是部分，对我都是天大的助益。好，以后便叫你逆影斗篷。3阶，这绝对是3阶法术的范畴，甚至可能更高。好，有此3大法术傍身，保命能力和隐蔽性将提升到全新高度。想要将小遮天秘术彻底修炼成功，竟需要筑基修为，只能去上古战场废墟了。哟，王师兄，好久不见！是老李呀，听说你调去丹殿了，怎么样？比烧垃圾轻松点吧？托师兄的福，跟着严大师学点皮毛。师兄，我近来对炼丹有些兴趣，想尝试炼制一种固本培元的丹药，需要1万花。听说北边的黑风山脉偶尔能见到，我想接个长期任务，去那边碰碰运气。黑风山脉那地方有点偏啊，再往北就是上古战场废墟，灵气乱得很，没什么人去。不过有个采集1万花的任务，期限1年，报酬30颗灵石，就给你吧。老李啊，年纪不小了，一个人出去小心点，别往那废墟深处钻，采到就早点回来。多谢王师兄关心，我行得的。有此阵守护，安全当可无虞。若是让外界知道有人如此奢侈的用极品筑基丹筑基，恐怕会清掉无数下巴。完美道基，传说中至高无上的道基，万中无一。怎么回事？天地灵气怎么暴动了？好恐怖的灵气漩涡！是哪位前辈在此突破？难道是金丹真人？我的神识堪比筑基后期，甚至大圆满修士，百年蹉跎，一朝筑基，脱胎换骨，仙路可期。凡所蹉跎100年，本以为即将化为一滩尘土。短短7年，我已是一尊筑基修士，拥有400年寿根。还是惊动了其他人吗？大哥，这阵法快撑不住了，
里面的宝贝马上就归我们了。加把劲儿，定是了不得的宝贝出世。何人敢扰我清修？啊！祝金前辈，前辈饶命啊！我等不知是前辈在此闭关，以为是天灾地宝出事，求前辈饶我等蝼蚁一命。滚！还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他恐怕早就忘了那个废丹殿的老头了。刚才这里的天地异象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异宝出世？交出来，那不是你能拥有的东西。阁下误会了，并无异宝，方才是在下再次突破境界所致。突破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禁酒不吃吃罚酒。冯叔，拿下他，搜魂便知真假。区区极品法器，也敢挡我灵气飞剑，不自量力！冯叔，你可是筑基修士，快点解决他！这方叔似乎有些轻敌，并已全力防御，这就是我的机会。火箭术来时，不！你竟然杀了冯叔！我师祖是春秋门的金丹长老张玉珍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师祖必将你抽魂炼魄。现在跪下求饶，献上宝物，我或许还能求师祖饶你一命。绝不能放他走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敢！你！是谁？是谁杀了我张玉珍的后人？是张师叔祖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张师叔祖为何如此震怒？好像是张红修师姐出事了。张师妹何事如此动怒？我后人毁誉已罪，命尽宗外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无论凶手是谁，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我必将他抽魂炼魄，挫骨扬灰。金丹真人张玉珍，找到你了，小贼，拿命来！赵无修竟然陨落了！究竟是谁如此大胆，竟敢杀害金丹长老的嫡系后人？看张师叔祖的方向，是去了北边的黑风山脉。祸事了，祸事了！张师叔祖盛怒之下，恐怕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。哼，不能直线逃跑，绝对会被追上。只能去被称为生灵禁区的上战场。滚出来！杀我后人，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本座必将你揪出来，抽魂炼魄，点天灯万年。不可能，那道身影明明就在这片区域消失，定是用了什么秘宝或秘法隐藏了起来。小贼，别以为你能永远躲下去，本座记住你的气息了，只要你出现，本座就一定能找到你。危机并未解除，张玉珍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
这是灵气，比法器强了不是一点。长春真元功，直接修炼到元婴期的完整功法，春秋门的正派功法，这下真的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长春真元功，或许也能够得到如意葫芦的提升。极品灵气，寒冰剑吗？好宝贝，如意葫芦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长生九式，真元不灭，炼气期增加1甲子寿元，筑基期增加2甲子，金丹期增加4甲子，元婴期增加8甲子。好一个长生真功！如意葫芦果真逆天。4件极品灵气，攻、防、暗器、阵法俱全。玄黄地脉锁龙阵竟能抵御金丹真人的攻击，嘿，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怀璧其罪，当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将这些收获转化为战斗力。4件极品灵气已初步祭炼完毕，长生真功入门，修为彻底稳固在筑基初期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哪怕之前熟悉我的人站在面前，恐怕也认不出我的来历。先打听一下张玉珍的行踪，虽然小遮天秘术无比神奇，但谁知道金丹真人有什么神通手段？这位道友请了，此地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如此多的同道聚集？道刚出关吗？玄天秘境提前开启了，1000年一遇的大机缘啊！灵庙上古大宗的遗宝灵药源，甚至还有结丹元婴的机缘，8大势力联手才勉强打开入口，现在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修士进入。玄天秘境，传说中上古玄天宗开辟的势力之地，1000年现世一次。秘境中的资源远非外界可比，但风险同样巨大。算了，我有如意葫芦在，按部就班修炼，根本不缺少修炼资源，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一群炼气期的废物也妄想染指秘境机遇，正好给我阴罗宗当探路的炮灰吧！识相的乖乖跟我们走，否则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有现在的实力，瞬间反杀这3名筑基魔修并非难事。金丹魔修，而且不止一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此刻动手必然引来金丹注意，死路一条。先虚与委蛇，进入秘境后再找机会脱身。算你们识相，那我们走。待会儿进了秘境，乖乖在前面探路。若是发现宝物，及时上报，或许还能饶你们一命。沈清慈，想不到竟然在这儿遇到了你。你当初说仙凡有别，我也是筑基修士了。听说这次秘境核心区域似乎有异动，可能有不得了的宝物显示。宝物再好也得有命拿，每次秘境开启，活着出来的不足3成。8大派协议，金丹不得入内，各凭门下弟子本事争夺。什么狗屁协议？分明是玄天秘境限制金丹真人进入，否则那些金丹真人早就冲进去了。秘境入口稳定了，炮灰们，你们上了，冲进去！快跑！机会与危险并存，虽然本意并不愿进入秘境，但既然来了，那就看看能否夺取一些机缘了。废物们，顶上去，杀了这些畜生！我必须隐藏修为，不能被他们发现。
用的东西。跟上，要是要退，就怪老子心狠手辣。走。师兄，消息可靠吗？那灵叶仙泉真的就在这片区域？废话，这是长老花费大代价才推算出的魔位置。据说那泉眼100年才凝聚一小吧？那泉眼不仅能瞬间恢复法力，更能洗炼经脉、夯实根基，对筑基境突破有奇效。可是，听说有头筑基后期的闭眼金雕守着，不好惹呀。怕什么？有这么多现成的炮灰，却吸引那扁毛畜生的注意力。我们趁机取权。灵叶仙泉，筑基后期有手，能瞬间恢复法力、洗炼经脉、夯实根基，这对我同样是极大的诱惑。不如暂且隐忍，让他们带路。被我们听好了，看到那头金雕了吗？他们巢穴旁边就是灵泉，现在都给老子冲过去，大声喊叫，想办法激怒他，把他引开。谁敢后退，老子毙了他！杀！我可以伪装成尸体，坐收渔翁之利。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妈的，哪个该死的废物没死透？不好，这扁毛畜生盯上我们了！齐真，快挡住他！该死的扁毛畜生！福宝，没办法了，杀了这畜生，用他的精血和妖魂来弥补损失。总算宰了这畜生了，快去取灵叶仙泉！小心！谁？是你！你那个装死的杂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敢杀我阴罗宗弟子？天上地下再无你容身之处！原来筑基中期的魔修也不堪一击。曾几何时，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筑基修士，如今也是反手可杀。这就是灵叶仙泉吗？果然不凡。炼气期修士大多在外围晃悠，核心区域大都是筑基修士，伪装成炼气期太扎眼。筑基初期既不至于太弱被人随意拿捏，也不至于太强引人过度关注。玄天宗遗址，曾经的玄天宗，据说在万年前乃是此界第一宗门。前面有宝贝！滚开！这是老子也发现我了！果然，好的东西早就被搜刮干净了。里面会有什么？千年珠果，看其成色，已然完全成熟，可炼制多种3阶丹药的主药，直接服用也能极大增长修为，强化肉身。把金丹修士也会心动。小子，
把东西交出来。这等天才地宝，岂是你一个筑基初期能染指的？这位魁拔宗的道友，此物是在下先发现的。少废话，老子看到了就是老子的，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来，再自断一臂。老子没考虑少你一条狗命。筑基初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极品灵气，而且你隐藏了修为。老有误会，我这就离开，咱们就此作罢，如何？叶灵霜，他怎么在这里？算了，少接触，以免暴露身份。身形和动手时的决断似乎有些眼熟，不可能，那人只是练气期，而且年岁已高，绝无可能有如此实力和这般年轻的变容，应是错觉。刚才恐被叶灵霜看到了一些招式，虽然他没认出自己，但此地更不能久。从此女的服饰来看，应该是天魔教之人，身上散发出的灵压，赫然是筑基大圆满。阁下有何赐教？刚才药园里杀魁拔宗弟子取走出果的人是你。道友此话何意？在下不明白。不必否认，我恰好路过，看到了整个过程。道友以筑基初期修为，瞬间反杀筑基中期体修，手段果决狠辣，隐匿功夫更是了得，绝非寻常散修。不过我对那出果没有兴趣，我找你是想与你合作。合作？据信那是玄天宗核心弟子接受传承之地，传承古殿里面很可能留有功法秘籍、神通玉简，甚至古宝，但其外围禁制强大，且需要特殊方法才能开启，我一人之力难以成功。我观察你许久，你心思缜密，手段不凡，且似乎对禁制也有所了解。与我合作，你我联手破禁，殿中所得，我可分你30%。拒绝，对方修为高出我太多，定然是天魔教真传弟子级别，手段诡异莫测，强行拒绝，恐立早动手。答应，与虎谋皮风险极大，很可能被利用完后杀人灭口，但眼下形势比人强。承蒙道友看重，在下愿助道友一臂之力，还望道友信守承诺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跟我来吧。也罢，就先虚与委蛇，看看这古殿究竟有何玄机。一旦情况不对，立刻动用土遁术和所有地牌逃离。跟紧我，一步踏错，触发杀阵，金丹真人也难救你。是。这外围禁制之复杂强悍，远超我的想象。果然有3重小三元镜守护。这第一重后土镜，主防御，居以巨力或特定土系法宝强行破之，交给我。第2重鬼水阴雷镜，阴毒无比，善食灵力肉身，我亦有秘宝可克制。这第3重最为麻烦，乃是小虚空镜，看似薄弱，却最能反弹攻击，扭曲术法，极难着力，需要极其精准的神识感知，找到其瞬息万变的节点，以巧力破之。道友，此镜便交于你了。我知道道友定然有所保留，此刻便无需藏拙了。若破不开此镜，你我皆空手而归。此女分明是早有计划，前2重禁制她早有准备，唯独将这最难、最需要技巧且最危险的第3重禁制甩给了我，既是试探，也是利用。但事已至此，我已无退路，在下必尽力一试。
果然，核心船舱早已被前人取走。若非我神识过人，绝难发现。看来你我运气不佳，此地早已被洗劫多次了。按照约定，这些玉简分你3成。多谢道友，此女如此守约，反而让我更加不安。还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周云，一介散修。周云，好，周道友，今日合作愉快，希望日后还有再见之日。这就走了？如此干脆，我原本准备好的诸多后手，竟全然没派上用场。此女心思深沉，行事莫测，绝非一语之辈。要么是看不上这点收获，要么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标记。好像没有任何标记，好险！秘境虽好，但危机四伏。我已收获灵叶仙泉、千年珠果以及这些玉简，足够消化许久。不如见好就收，先行离开。玄天殿，是玄天主殿出事了！天啊，传说中的玄天主殿，里面一定有玄天宗真正的核心传承和至宝。快走，去晚了就连汤都喝不上了。轩辕主殿必然是这个秘境最大机缘所在，却必定是最危险汇集之地。8大势力精英，各路牛鬼蛇神都将聚集于此，血腥争夺可想而知。若是退出，此刻似乎是最好时机。罢了，玄天殿争夺必然无比危险。我有如意葫芦在手，并不缺少资源，留在这里太危险了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什么？如意葫芦来历神秘，是我最大的依仗和秘密，它竟会对玄天殿产生反应。那殿中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它？或者说，它与这上古玄天宗有何关联？风险固然巨大，但涉及到如意葫芦的秘密，值得我冒一次险。罢了，便再去闯上营造，但需万分小心。一旦势不可为，立刻抽身而退，绝不贪恋。我乐得有人出力，自己正好保存实力。筑基大圆满吗？总有一日，我修为会超过你，再出现在你面前。周道友，别来无恙。看来道友终究还是抵不住这玄天殿的诱惑。如此盛世，过来见识一番罢了。冷道友寻我，莫非又有合作？和周道友这样的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。抢攻这7彩琉璃杖，实乃下策。我恰好发现了一处阵法节点，可绕开正面，从偏门进入。不过不止我一人有此发现。阴罗宗的阴魁，玉兽中的柳文燕，还有散修夫妇陈刚、郑文秀，如何？可愿再合作一次？冷微月所言不虚，从偏门进入确实是当前最佳选择。这些人的修为都是筑基后期，只有自己筑基初期，与这些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但好在我有自保之力。好，在下愿再与道友合作。我等6人同时发力，精准攻击这些节点，力度、时机分毫不差，方能短暂打开缺口。诸位，请做好准备。进。哼。诸位，既已入内，便各凭机缘造化吧。告辞。诸位，告辞。周道友，殿内危机四伏，不如我们3人结伴而行，互相也好有个照应。多谢2位道友好意，在下习惯独来独往，就不拖累2位了。果然忍不住了吗？谁是猎物，谁是猎人，还不一定呢。
不是2阶灵器，而是3阶法宝，不，3阶极品法宝。丹炉中还内蕴灵丹，此番冒险值了。究竟是何种灵丹？早就等着你了，小杂种，给我死来！玄渊盾，现！殷道友，这是何意？你我并无仇怨，为何突下杀手？并无仇怨。哼，小子，你沾染了我阴罗宗阴煞气息，杀了我的人，还敢装糊涂？区区筑基初期，仗着有面盾牌就敢嚣张，给我破！果然有点门道，我看你能挡几下。呀！什么？极品符箓？该死！你怎么可能有如此至宝？爆！小畜生，我要你死，要你死啊！强行提升到筑基大圆满，给我滚开！区筑基初期，竟有如此多极品灵器、极品符箓，你身上必有天大秘密，擒下你，搜魂夺魄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燃烧精血，强行提升修为，力不长久，且后果无穷。但这此刻的银魁确实拥有了碾压我的力量，不能再犹豫了。符宝，3阶符宝！不，你怎么可能有3阶符宝？不，我师父是叶罗宗金丹长老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！可惜了，银魁的储物袋被焚成飞灰。果然，如此重宝，岂是轻易能够收取的？不对，如意葫芦既能容纳万物，提升品质，不知能否收取此炉？收！成功了！哈哈哈哈，果真能收！好宝贝，真是好宝贝啊！这里就是玄天宗的祖师祠堂，就是它。珍贵程度恐怕远超那尊3阶丹炉，甚至可能是整个玄天殿最核心的宝物之一。好强的禁制！如意葫芦既能收纳丹炉，不知能否隔着禁制收取这紫金葫芦？收！成了，竟然真的成了！这紫金葫芦难道是镇压某种恐怖魔物的关键？我闯下大祸了！禁制破了，快冲啊！玄天界开了！有古怪，
这里难道是玄天宗曾经的秘藏宝库？邱道友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外面魔气肆虐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殿内探索时，发现有魔气爆发，本想逃出玄天殿，无意中发现了此处的阵法节点，才冲了进来。原来如此。早就听过传闻，玄天宗当年乃是此界第一大宗门，覆灭似乎和传说之中的魔族有关系。如今看来，只怕是真的。玄天殿内很可能镇压着某种可怕魔物。魔族，传说中以人族为食的魔族，那紫金葫芦说不定是镇压魔物的宝物，被我取走后才使得魔气爆发。虽然事情因我而起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叶仙子，咱们暂且放下恩怨如何？魔气爆发，我们恐怕都跑不掉。好，此人给我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，但我以前并未见过此人。两位仙子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今日之事，若有一字外传，无论你逃到九天十地，我冷微月必以天魔教圣女之名，将你挫骨扬灰。此事乃魔气作祟，意外所致，你最好立刻忘掉。若让我在外界听到任何风言风语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两位仙子明鉴，此事纯属意外，我一时身不由己，绝无半分亵渎之意。今日种种，出此门后，我定当滥竽覆咒，此生绝不向第三人提起。若有违此事，叫我天打雷劈，道途尽毁。得了天大好处，突破筑基中期，这会儿认祖宗孙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回禀叶仙子，在下散修周云。周云，并未听过此人。魔气似已减弱，出去看看，但务必小心。元婴老怪，这就是各大宗门的顶尖战力定海神针，强大如那上古魔物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元婴老祖亲自出手了，那魔物似乎被重创遁走了。是我拿走了紫金葫芦，把那魔物放出来的，以后一定要小心了。秘境入口被强行打开了，各宗长老进来接应和探查了。神识探查。有惊无险，回去有宗门庇护，但张宇人下悬在头顶的利剑，还有如何面对叶冷霜？告辞。我离开桃花村已经8年了，趁此机会回去看看孙子李云那小子怎么样了吧。要说咱桃花村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二丫的女娃娃，谁能想到竟然成为了女仙人？那可不是，听说前2年二丫回来，给王寡妇送了好多仙丹妙药，王寡妇吃了之后都年轻了不少。不光是二丫，还有青山老爷子那样的100岁人瑞，竟然也修仙了。青山老爷子的孙子李云李大人也了不得，当年进士及第，在京城做了大官了。何止啊！这么多年过去，李云快60岁了，已经是丞相了。丞相，狗娃果然有出息了。
凡人怎么会沾染魔气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狗丸，我认得爷爷了。爷爷，真的是您？我还以为我爹活过来了。您怎么变得如此年轻？您真的成仙了？仙路渺渺，爷爷只是侥幸踏入门槛，得以延寿驻颜罢了。此次回来看你，却发现你身染晦气，与寿元有碍，且易影响心性。多谢爷爷。你我祖孙不必如此。我问你，你近日可曾接触过什么特殊之人，或是去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这晦气绝非寻常病痛所致。孙儿为官，接触之人繁杂。若说特殊，近半年来与国师所走动较多。陛下近年极为倚重国师，我等朝臣难免与之有所交集。国师，燕国国师，按理应是春秋门外派驻守之人，修的应是玄门正道，其弟子身上怎会有此种气息？爷爷有所不知，现任这位国师乃是3年前陛下亲自迎请来的，并非春秋门所派遣。据说神通广大，能呼风唤雨，炼制仙丹，深得陛下信任。燕国是春秋门传统势力范围，国师一职向来由宗门指派，如今竟被一个来历不明、弟子身带魔气的国师把持。这位国师是何来历？名号为何？国师道号玄冥，极为神秘。至于来历，无人知晓，仿佛凭空出现。陛下对其言听计从，如今就连朝中大事也常去问询国师府之意。玄冥，魔气，这燕国京城的水，看来比想象的要深得多。这突然冒出来的国师，背后必定隐藏着极大的阴谋。狗丸，这些你收好。玉瓶中是固本培元的丹药，可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2枚玉简中，1枚是粗浅的养生功法，可自行修炼，虽不能成仙，但足以让你无病无灾。另1门则是修仙功法，若是李家后人有人能够踏入仙途，可以让其修行，灵石妥善收藏，或许日后有用。切记，今日之事绝不可对第2人提起，包括你的妻子。可惜李云并没有灵根，又没有第2个如意葫芦，否则唯一的孙儿，我自然要拉扯一把，助他踏上仙途。孙儿明白，爷爷，你要保重。我自有分寸，你只需做好你的丞相，其余之事不必担忧。爷爷，孙儿年老，倒是和您以前一般了，也不知有没有机会再次见面。唉。以我如今的修为和身世，连初步炼化都难以做到，更不要说打开丹炉查看其中的丹药，只能望而兴叹。玄天宗果然强大，我这是遗漏的玉简，竟然都是如此强大。至少都是筑基期法术，甚至还有几枚金丹期法术。忘了从哪里捡的了，但秘境中符宝消耗颇大，一直没有补充，倒也可以当做杀手锏。这竟是上古玄宗正宗功法《玄天真经》的炼体篇，功法完整。从炼气期直至化神起，阐述了一条以无数资源淬炼肉身、开发人体宝藏的无上坦途路。若能修至9转圆满，肉身便可撼化神强者，徒手撕裂虚空，滴血重生，万法不侵。法体双修，这才是真正的长生大道。如意葫芦能否让它更进一步？此术颇为阴损，又伤天和，但对付邪魔外道却是获取情报的无上利器。初步掌握搜魂术，是时候潜入国师府了。
原本哪怕国师有问题，我也不会去管，但是敢对我唯一的孙子出手，触动了我的逆鳞，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将隐患彻底解决。那位深居简出的玄冥国师，修为赫然只是炼气大圆满，炼气大圆满就敢窃取国师之位，蛊惑人皇，染指朝纲。原先春秋门派驻此地的弟子是掉雷了，还是遭遇了不测？燕国的驻守弟子实力绝对不弱，应该是筑基期修为。但如今诡异的是，那筑基期弟子消失了，反而一个炼气大圆满的魔修占据了国师之位。童男童女，只有魔修邪修才会用童男童女来练功。我倒要用搜魂术看看玄冥国师到底是什么来着。这玄冥竟是外来修士，来自东方之地里的炼师们，为了目的出价子潜入春秋门地界，窃取国师之位。原先那位春秋门的炼气期大圆满驻守弟子，便被其诡计暗算，筹魂炼后，成为了修炼火广的资粮。这3年来，玄冥国师弟子就不休，到处搜罗童男童女用来修炼邪功，妄不以童男童女精血攻破筑基，当真该死！炼气大圆满，我有寒冰剑等数件极品灵气在手，更与福宝压箱底，就算他有什么后手，自保应无问题。今日是月圆之夜，阴气最盛之时，玄冥会在密室里邪法炼化孩童，为了孩童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寒江达到了炼气大圆满的层次，炼师们的弟子擅长祭炼僵尸，看来这玄冥国师确实是炼师们的弟子了。二阶阵法，玄冥倒是有些假意。这是杀了多少童男童女？筑基后期的银浆，难怪有恃无恐。不能拖，等他完成修炼或者操控银浆就麻烦了。金龙福宝，邪魔外道，残害生命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究竟是谁？
春秋门的筑基修士，我都知道。你不是他们，为何坏我好事？该死！我乃筑基大圆满修士，若不是被丹鼎宗那些老杂毛所害，又岂能容你放肆？筑基大圆满，搜魂得到的信息有误，或者说这玄冥隐藏的太深，并非炼气，而是身受重伤，跌落了境界的筑基大圆满魔修。在此隐匿，并非单纯为了筑基，更是在疗伤和恢复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你逼我的，一起死吧！本座记住你了，小子。等本座恢复修为，你必死无疑！啊！想要用破空符逃跑？筑基大人果然不好对付，若非对方重伤未愈，又被我雷霆手段和灭魂针克制，胜负犹未可知。除戒指，好宝贝，孩子们别怕，坏人已经被我杀了，你们快从后门离开，回家去吧。国师府被灭，京城必定大乱，春秋门绝对会派出高手前来调查。此事与李云有任何接触，都可能给他带来灭顶之灾，还是先出城吧。总算暂时安全了，一个筑基大圆满魔修的收藏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没啥好东西，魔道丹药不敢服，唯有一瓶运神丹还算正常，但品质也只是中品。看来此人为了疗伤和炼制那银浆，早已耗尽了家底，真是穷得叮当响。不知道玉剑里有什么功法，那玉盒里有什么宝贝？炼尸诀是炼尸门核心功法，可修炼至金丹期。内容阴邪歹毒，这血祭万灵术正是玄冥残害童男童女的邪功，如何能不销毁？这万灵控虫术是炼尸门附带秘术，残缺严重，价值不大，但也不会凶恶，倒是可以暂且留下。禁制这么多，玄冥很是重视，当中东西必定非同小可，甚至可能因此被丹鼎宗追杀。这么普通？不是功法，全是丹方，炼气用的丹药，筑基期常用的真元丹、紫府丹，到金丹期梦寐以求的结灵丹、凝英丹，以及元婴期修炼的各种灵丹，甚至还有几种失传已久的上古灵丹，详细记载了丹方以及对应的详细炼制手法诀窍，火候掌控。难怪丹鼎宗要追杀他，至死不休。他竟然窃取了别人的镇派丹典，我极度缺乏高阶丹方和系统的炼丹知识，有了丹鼎真经。再加上那尊暂时无法动用的极品法宝丹炉，未来我在丹道一途的成就将不可限量。不过玄冥已死，但丹鼎宗的追杀令并未撤销。我身怀此物，若是泄露，便是滔天大祸。张玉珍那边依旧是个麻烦，春秋门暂时不能回了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，反而能成为我的容身之所。此事需从长计议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提升实力。昨日放进去的九转炼体术，不知有何变化。好一个九转金身诀，如意葫芦，果真逆天。10年苦修，终有收获。筑基后期，九转金身诀也成功踏入第3转，肉身强度堪比上品灵气。不过丹药彻底耗尽，灵石所剩无几，灵液仙泉只剩浅浅一个底。九转金身诀想要突破到第4转，需要收集2种天地煞气，一阴一阳，阴阳交汇，龙虎汇聚，才能让肉身进一步蜕变，凝练出4转金身。
而四转金身堪比金丹初期，哪怕只是筑基修为，也有底气面对金丹真人了。丹鼎宗丹道繁盛，资源丰富，最有可能有这2种煞气。我是时候出关，势力范围内寻找新的修炼资源了。不愧是散修圣地，紫霞真人做下的仙场，果然气派。这位前辈，客舍租赁洞府，晚辈姓钱，是此处的管事，不知前辈有何需求？钱管事有礼了。在下周云，一介散修，初来宝地，确实想租一处清静些的洞府，用于修炼和研习炼丹之术。原来是周丹师，失敬失敬。我们紫霞仙城最适合丹师定居了，城中不仅有地火屋出租，许多洞府也有品质不错的地脉之火，价格还实惠。周丹师，您看，这边南区甲字号洞府灵气最为浓郁，靠近城主府，安全无虞，一年需800下品灵石。西区丙字号灵气稍逊，但僻静，带有一个小型药棚，一年500灵石。还有北区，钱掌柜，这丁字7号洞府作价几何？周丹师好眼力，这丁字7号虽位置偏险，灵气也普通，但它地火口却非常稳定，而且价格也非常实惠，一年只需280块下品灵石。若是长租，价格还能再商量。罢了，初来乍到，便选此处吧，先租1年。周丹师，这是控制洞府阵法的令牌，凭此可自由出入。洞府内基本设施一应俱全，若有损坏，需照价赔偿。对了，您出来可知晓城中几处重要的交易场所？正要请教钱管事。城中最大的交易场所是中心的紫霞阁，由城主府经营，货品品种类最全，但也最贵，且需身份凭证。其次是东市的百宝街，鱼龙混杂，偶尔能捡漏。西市则有散修广场，多是摆地摊的。若周丹师需要出手丹药或购买药材，可以去南城的丹鼎巷，那里是丹师聚集之地。不过丹鼎宗开的丹香阁势力最大，价格压得低，其他几家散修炼丹师合开的店铺或许更适合您。多谢钱管事指点，省了周某许多功夫。周丹师客气了，以后若需要购买更好的洞府，或者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来找钱某。虽然简陋，灵气也稀薄，但总算有个安稳的落脚之地里。地火稳定，正好可以用来演示我炼丹的成功率。灵石所剩无几，当务之急是出售一些用不上的材料，换些本钱。然后购买大量低阶灵草，开始练习丹鼎真经中的炼丹术。明日便去那紫霞阁、百宝街和丹鼎巷看看。还有，对敌手段还是太单一了，我需要更强大的底牌。极品灵符容易，买一些2阶下品灵符放入如意葫芦，就能提升成2阶极品灵符，但符宝不好得。我需要出售大量材料。阁下有何物要出售？紫霞阁规矩，来历不明之物价格压3成，所有材料作价8000下品灵石。阁下若无疑问，便可交易。可。我且把这些灵石全部转入如意葫芦，暂等1日，明日就可以得到8000中品灵石。8000中品灵石，那就是80万下品灵石，堪比金丹真人的身价了。有了这些资源，短期内资源无忧了。
10张2阶下品爆炎符，这种防御符来30张，还有那边的神行符也拿20张，分批在不同店铺购买，才不会引起那些有心人的注意。花费300中品灵石，总共购得300张旖旎气息的各色灵符，差不多够了。符宝，掌柜，此物如何卖？这是3阶下品烈阳刀符宝，乃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若是你要的话，300块中品灵石拿走，就让我交个朋友了。掌柜的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这虽然是符宝，但是灵力几乎耗尽，顶多再用1次就会彻底报废。若是诚心卖，30中品灵石。30中品灵石？不可能，最少也要200中品灵石。40中品灵石，我2价。50，不能再少了。50中品灵石买1次金丹级别的攻击，对于急需底牌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白菜价。对别人来说是鸡肋，但这烈阳刀符宝，对于拥有如意葫芦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至宝。老板，这石头蛋是什么？哎呦，道友好眼力，这可是祖传的宝贝，据说是从某个上古遗迹里带出来的，是什么上古七虫的卵。道友若想要，给100块中品灵石就拿走。上古七虫，老板，你这故事编的可不高妙，这分明就是一块有点奇特的石头，一丝灵气都没有。1块中品灵石，我买回去当个摆件。1块？不可能，这可是上古宝贝，最少50块中品灵石。10块，让你赚到了。大哥，看那小子在灵符铺和药材铺花灵石如流水，还是个筑基初期，肯定势头飞扬。嘿嘿嘿，特别是那50中品灵石买废符。简直蠢的可以，3个不知死活的蠢货！妈的，这小子洞府阵法有点门道，竟然完全隔绝了探查。大哥怎么办？等，他总要出来，总要出城，顶死这里！这10卵放入如意葫芦，是否能得到提升？左右不过是10块中品灵石，也不心疼。我的炼丹术并不高明，甚至生疏，但毕竟跟严大师学，基础知识是有的。而且拥有丹鼎真经这等无上宝典，我有足够的底气和时间去磨砺这项技能。每一次失败，都让我对火候的掌控、药性的融合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好，烈焰刀符不仅被完全修复，品质更一跃升为3阶上品。内部蕴含的力量足以完好激发3次，每一次都足以重创甚至斩杀金丹初期修士。有此符宝在手，金丹初期我已有一战之力。原本从玄冥国师那里得来的粗浅万灵控虫术，已被如意葫芦护拳提升为一门深奥无比、直达重道巅峰的无上秘典。其中不仅包含各种奇虫的培育、操控、合击之法。更有诸多上古奇虫的详细图谱和介绍。金风蝉竟是奇虫榜排名第32位的上古异虫。金风蝉成熟体，蝉鸣之声可直接攻击修士神魂，防不胜防。双翅震动，可掀起蕴含剧毒的金色罡风，能蚀骨融魂。飞行速度快如闪电，能轻易穿透护体灵光，甚至法宝屏障。外物虽好，自身之道方为根本。虽然只是下品聚气丹，却标志着我正式踏入1阶丹师门槛。3年了，终于炼出来了一炉1阶上品回元丹。
极品丹药成了，1阶炼丹术已达巅峰。接下来便是挑战2阶炼丹。先试试筑基修士提升修为的常用丹药，2阶下品凝真丹。凝真丹成丹3粒，皆为中品品质。历经10年苦功，耗费无数灵草，我终于成功跨入了2阶丹师的门槛。这10年，9转金身诀第3转也已圆满，金风禅生机越发蓬勃，离破可不远了。是时候该突破筑基大圆满了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筑基大圆满成了，下便是那金丹大道。史青瓷，你可否突破了金丹？3名解修早已失去耐心，人手数年后便悻悻离去。这些邻居莫非感受到突破，才在外等待？恭喜道友出关，修为大进。在下张鹏，这是内子万小倩，我夫妇2人住在道友右侧洞府。这位是左侧的林玄林大师，乃是紫霞仙城有名的灵符师。在下周云，一介散修，却是刚搬来不久，平日忙于修炼和钻研些粗浅炼丹术，深居简出，未曾拜会左右邻居，失利之处还望海涵，些许突破不足挂齿，劳烦3位道友挂心了。周道友竟是丹师，失敬失敬，我等散修能结识1位丹师可是幸事。周道友不必客气，大家都是邻居，理应互相照应。道友刚突破，若有需要帮忙之处，尽管开口。哦，周道友还是丹师，不知是几阶？哼，不敢称师，只是自行摸索，勉强能炼制些2阶下品丹药罢了，成功率低微，实在惭愧。2阶下品丹师，值得结交。周道友，你闭关这些时日，可知晓下个月紫霞阁要举办一场大型拍卖会？哦，紫霞阁的拍卖会，在下出来确实不知，想必有不少好东西。何止是好东西，听说这次压轴的是一枚结金丹。现在消息都传疯，好多筑基后期的道友，甚至一些小型家族的族长都摩拳擦掌，准备倾家荡产争上一争呢。结金丹，你得到了就可以结丹了。结金丹，此物确实足以引动风云了。除了结金丹，每次紫霞拍卖会都会有不少平日难得一见的宝物出现，功法、法宝、灵材、奇物应有尽有。周道友若有兴趣，倒是可以去见识一番。就算买不起结金丹，或许也能淘到些合用之物。多谢林大师告知，如此盛会，在下确实想去开开眼界。周道友，那个冒昧问一句，不知可否请您出手，帮我们炼制一炉紫灵丹？此丹是2阶中品，能精进我等筑基后期修为。药材我们备了3份，规矩我们懂，无论承担多少，我们只取1炉，另有酬劳奉上。张道友、万道友，非是在下推辞，实在是在下刚刚突破，境界尚未彻底稳固，且炼丹术粗浅，成功率低微，恐白白浪费了2位辛苦收集的灵草。不若待在下修为稳固之后，若2位仍信得过，再行炼制如何？无妨无妨，是我等能扑了，那就等周道友方便之时再说。结晶丹要想办法弄到手了，但结晶丹珍贵之极，定会引起无数人敬拜，少不了春秋门这等大势力的弟子。我最希望的还是得到结晶丹的药材，然后自己想办法炼制主药。纯阳金藤、定魂花、玄阴草皆极为罕见，现在想办法弄清楚丹方上那几味主要的下落。我想要购买纯阳金藤、定魂花、玄阴草。道友倒是敢想，这3味灵药都是结金丹的主药，皆非寻常之物。本阁目前没有现货，即便有，每一样也价值上万灵石，且通常只会在拍卖会上出现。多谢了。
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嘿。唉，独特的阴寒气息和形态，像极了《丹鼎真经》中描述的薰衣草，只是年份似乎不足100年。老板，这株阴宁草怎么卖？小子，不懂就别乱说，这可不是阴宁草，这是玄阴草。老婆子我拼了老命才从一处阴脉绝地带出来的，3000下品灵石，不二价。果然是玄阴草，虽然年份浅，但如意葫芦最擅长提升年份。玄阴草，老板，你莫要唬我。玄阴草我也在典籍上见过，至少300年份方能入药，通体湛蓝，叶脉如金。你这株颜色不正，叶脉只是银白色，最多几十年份，药力差得远，也敢叫玄阴草？顶多算株变异了的阴宁草。500灵石，我要了。哼，不识货的小子！就算年份不足，它也是玄阴草，2000灵石。800。1500。1000，最多1000，不然你就留着当宝贝吧。罢了罢了，算老婆子我今天开张便宜你了，1000灵石拿走。对于别人来说药力不足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要如意葫芦，这玄阴草提升到300年份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有了它，结金丹的3味主药便算有了1味主落。至于纯阳金藤和定魂花，希望只能寄托在紫霞拍卖会上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卵内那个响声域正在积累着最后的力量。好厉害！才刚刚出世，长宇之盛竟然能撼动筑基圆满修士的神魂。好，根据万灵天书秘典记载，金凤蝉出生便有2阶下品的实力，对修士筑基初期带给神魂的攻击和诡异的速度，足以威胁筑基中期甚至后期修士。只需不断为师运吸收金凤煞气，便不断成长，潜力无穷。以后便叫你小金吧。据说其中的出生卵壳也是难得的宝材。他们都来了。叶灵霜已经筑基大圆满了，而二丫也成功筑基了。欢迎诸位道友莅临，老朽赵坤，天为本次拍卖会主持。规矩价高者得，若有故意捣乱者，休怪我紫霞阁无情。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极品灵器飞鸿剑，起拍价5000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。开始，2000灵石，4000灵石，4000灵石，成交，3万灵石，成交，快，成交，4000灵石，4000灵石，成交。
诸位道友，请静一静。接下来这件牌品是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重头戏。结金丹3位主要之一，300年份纯阳金等，体牌8000，加价不少于500。现在开始，3000灵石，5000灵石，1万，好，13000，那还有没有？2万。 21000灵石。这位道友，老夫邓亚林对此我确有急用，还望给老夫一个薄面，邓某承你一份情。邓大师，紫霞仙城首屈一指的3阶丹师。25000。28000。35000灵石。好，很好，道友果然财力雄厚，老夫放弃了。35000一次，2次、3次成交，恭喜这位道友！成功拿下，虽然代价不小，且得罪了地头蛇，但是为了结金丹，一切都值得。师姐，结金丹竞争太激烈了，恐怕我们准备的灵石不够。无妨，宗门此次给予的支持有限，本就机会渺茫。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那紫霞灵丹。 此丹虽不如结金丹，但也能提升2成结丹机会，对我至关重要。希望竞争不要那么激烈。此物乃上古遗迹所得，坚硬无比，真火飞溅，难伤分毫，但至今不知功用。起拍价3000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。我出3000。3500灵石。 5000灵石。 5500灵石。 1万灵石。 这位天魔教圣女还真是够记仇的。不过20年了还未结丹，莫非是隐藏了修为？若她也是金丹真人，这女人心眼小，绝对不能招惹。这压轴的到底是啥宝贝啊？别说话，快看！诸位静一静，接下来便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环节，请上第一件压轴之宝。 此符宝乃是一位大真人耗费心血炼制而成，击发之后可化作一道无视寻常防御的破空剑矢，威力绝伦。金丹初期修士若无强力护身法宝，在此剑之下非死即伤。起拍1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。开始，15000、2万、25000、5万。第2件压轴宝物紫霞灵丹，3阶下品灵丹。 此丹乃城主紫霞真人独家炼制，能固本培元，极大滋养金丹雏形，为筑基圆满修士平添2成结丹几率。共3颗分开拍卖，第1颗起拍价1万灵石，15000、2万、 28000、 4万、 6万、 6万灵石第2次，6万灵石第3次，成就！恭喜这位春秋门的道友！ 最后1颗紫霞灵丹，8万灵石。结金丹，功效无需赘述，一步登天，金丹大道就在眼前。起拍价5万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。现在开始，10万、13万、15万。众目睽睽争夺此丹，必惹杀身之祸。唯有丹方与主药，自己炼制才是王道。 20万，成交啊！这，诸位。 这一次的拍卖会就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咱们一会儿就给他抢过来。怀璧其罪，叶灵霜和周桃夭拍下了紫霞灵丹，被人盯上实属正常。若不二压，我根本无法踏入仙途。这份阴谋，我不能不管。哎，走。 哟，
咱们还有点本事。大哥，别再玩了。不愧是春秋门的高徒，可惜今日注定要香消玉殒。这把上品灵气飞剑和紫霞灵丹，老子就笑纳了。师姐，先解决了你这个麻烦。谁？谁在那里啊？阁下是何人？为何要插手我等之事？在下黑煞三雄，还请阁下给个面子。找死！极品灵气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谢谢前辈救了我们。不必多礼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刚才斗法动静不小，你二人速速疗伤，然后立刻返回春秋门，莫要再耽搁。是，谨遵前辈教诲。等等，你是青山爷爷？这丫头的直觉竟如此敏锐。小丫头，你认错人了。真的不是吗？可是那种感觉好熟悉。桃夭，别乱说，这位前辈修为高深，怎会是李青山？李青山已经消失了20多年，只怕已经寿元耗尽陨落了。我们快些疗伤，然后立刻回宗门。小丫头，保重。这是四级灵符，这是挪移古符。虽然不知道能够挪移多远，但据说四阶挪移符至少也在1000里，甚至几千里。若是遇到难以抵抗的强敌，这张挪移古符就是保命底牌。原本300年年份，此刻赫然变成600年，应该能够让结金丹的效果增强不少。之前得到的几10年份玄阴草放入如意葫芦，也变成了300年份。如今只差定魂花了，4道丹文，极品紫霞灵丹。根据丹鼎真经记载，这枚极品紫霞的药效恐怕已无限接近，甚至足以媲美正常的结金丹，能提升3、4成结丹几率，或许还能更高。4成结丹几率还是太低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最好还是能炼制出正品的结金丹。没有。没有。找遍了紫霞城都没找到定魂花。唉。周道友，冒昧打扰了。张道友、万道友，请进。周道友，实不相瞒，我夫妇2人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商。我们前些年在外探索时，曾偶然发现一处隐秘山谷，那里阴气极重，却又奇异地掺出一些滋养神魂的灵草。当时修为不足，未敢深入，但在山谷外围疑似瞥见过一株疑似定魂花的灵芝。只是当时有强大妖兽守护，我们不得已退走了。今日我夫妻修为略有精进，便想再去探一探那山谷。但此行凶险，那守护妖兽恐怕已有筑基圆满，甚至假丹境界。我们想邀请周道友一同前往，所得宝物3人均分。周道友意下如何？多谢2位道友相邀，但在下近期正处于修炼的关键时刻，需闭关静修，实在无法分身外出探险，抱歉。不过，关于那定魂花，对在下确实颇为重要。在下虽不能亲身前往，
但却可以另一种方式与二位合作。在下是一名炼丹师，并不擅长争斗，哪怕和二位一起，只怕也会成为二位的累赘。若二位道友此次探险能替在下带回那株定魂花，在下不但可以市价购买，同时也可免费为二位炼制一炉2阶灵丹，药材自备。日后二位若有炼丹需求，在下可优先为二位炼制，只收取少量报酬。周道友此言当真？绝无虚言。二位可立下契约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夫妻二人便为周道友走这一趟。我们准备一番，3日后便出发。希望能带来好消息。2阶中品灵丹碧元丹成丹3粒。下品品质，炼丹术正式迈入2阶中品大门。周道友，幸不辱命。张道友，辛苦了。太好了，正是定魂花，年份品相至少300年以上。多谢二位道友，此番辛苦二位了。周道友不知，那守护妖兽乃是一头即将突破3阶的幽魂豹，七擒难缠，擅长神魂攻击。我夫妇二人险些就回不来了。二位道友信守承诺，在下也绝不食言，答应为二位炼制的一炉灵丹随时可以开始。另外，这株定魂花，我愿以市价2万下品灵石购买。周丹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能帮我们炼制丹药，已经很感谢了。两位道友不必如此客气，就收下吧。那就谢谢周丹师了。我这有培元丹的药材，还望周丹师帮忙炼制一炉。好，我这就回去炼制。竟然有5颗成丹，太谢谢了！要不分周丹师一半吧？按照约定吧，周某不想当失信之人。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那我们就不打扰周丹师了。3大主药：纯阳金堂、玄阴草、定魂花，终于全部集齐。但结晶丹乃是3阶灵丹，炼制难度极高，远非2阶丹药可比。即便拥有最好的药材，若无足够的丹道造诣和巅峰状态，失败率依然惊人。唉，我还需继续沉淀。2阶上品灵玉液丹，成丹2枚，下品品质。此时我的年龄已然来到了130岁，终于成为了2阶上品炼丹师。是时候尝试3阶丹药了。为了炼制结晶丹，必须先炼制成功3阶下品炼丹，彻底熟悉3阶丹药的炼制感觉。10份仅成功1炉，成丹2颗，但证明我已经触摸到3阶丹师的门槛。我调整3日，精气神恢复至完美。这尊极品灵气丹炉经过如意葫芦提升，足以承受结晶丹炼制的灵力冲击。3大主药足够炼制3次，必须在3次之内成。第3次，
也是最后一次。丹成，终于成功了！结金丹，成丹一颗，130载苦修，终见金丹曙光。一颗结金丹加极品紫霞灵丹，成功率80%以上，是时候冲击金丹了。如意葫芦提升后，将成4颗结金丹。不知我能凝聚几转金丹。很久没出去了，也该出去外面看看情况了。发生了何事？周道友，你出关了。张道友、万道友、林大师，我看城中气氛似乎有些不对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周道友，闭关这段时日，外界出了大事了。北元妖族南下，兽潮爆发，瀚海仙城前日被攻陷，城内修士死伤惨重。什么？瀚海仙城被攻陷了？是啊，现在东荒8大顶级势力已经联合发布征召令，组建防线，共同抵御妖族。我们紫霞仙城地处北方，也在防线范围之内。近日城外已经出现了小股兽潮踪迹，虽然被护城大阵和巡逻队击退，也搞得人心惶惶。许多低阶修士和散修已经拖家带口向南撤离了。周道友，最近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出城了，外面现在很不安全，妖兽横行。而且听说城主府为了增强防御力量，很可能近期就要开始强制征召城内的筑基修士，并用巡逻队或是派往各处险地驻守，斩杀妖兽。强制征召，我正冲击金丹关键期，绝不能被打扰。多谢告知，在下先行告退。那好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奉城主府令，妖族犯境，仙城共域外，现征召城内，即可随我前往城主府报到，听候调遣。这位长老请了，在下周云，并非不愿为仙城效力，实在是在下乃一介炼丹师，平日里只知埋头炼丹，与斗法厮杀一道，实在稀疏平常，恐怕上了战场，非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会拖累同道。炼丹师？正是，这是在下的一点小小意思，还请长老行个方便。让一位尊贵的丹师去前线厮杀，确实浪费人才。不过如今战事，城主府对丹药的需求极大。在下明白，在下虽不善争斗，但于炼丹一途还有些心得，愿意为城主府炼制灵丹，只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您看如何？周丹师深明大义，如此甚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每月初自会有人将材料送至道友洞府，道友就安心在城内炼丹，支援防线吧。征召之事，我会为道友注销。多谢长老。危机暂时解除，但外部环境已然恶化，必须抓紧时间了。一夜之后，便是4颗结金丹，届时便是我突破金丹之时。有了这4颗极品结金丹，我冲击金丹期无虞了，甚至于说不定能够凝聚7转以上的金丹。长老，在下近期忽有感，需闭关冲击瓶颈，短则数月，长则1年。这期间的丹药，可否容在下出关后一并补上？这些灵石聊表歉意，还请长老行个方便。周丹师既要闭关突破，此乃正事，自然以修行为重。丹药之事好说，待道友出关后再补不迟。老夫在此预祝道友马到成功。
万事俱备，今日开始冲击金丹。哦！哈哈哈哈哈！紫霞真人，打开护城大阵，本座可以饶你一命，让你当我的侍妾，如何？休想！我之前就是被这虎头妖偷袭重创，四大妖秀实力太强，城中散修金丹根本不是对手。悄悄令符已传出，春秋门和丹鼎宗为何还未来人？莫非他们要放弃紫霞仙城？冥顽不灵，找死！哦！哦！阵法要破了，快逃命啊！快逃命啊！难道天要亡我紫霞仙城？真被突围吧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这是有人结丹，好大的动静！人族又添金丹，看这灵气汇聚的程度，恐怕品阶不低。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强的金丹。啊！最后一试了。给我拧！八转金丹，万中无一，但这是其他修士的极限，不是我的极限。九转金丹，上！九转金丹，终于突破金丹境，半岁修仙，30年漫长仙途，今日一口金丹吞入腹，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。金丹寿500，长生真功更能在金丹期增加4个加次寿命，740年寿命，130岁却如同少年般。如今只怕是叶灵霜冷为月周桃夭站在面前，也认不出我的模样来。如此强大的天地异象，莫非是传说之中的九转金丹出世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此可怕的天地异象，至少也是8转金丹，甚至是9转金丹。人族竟然出了凝聚9转金丹的怪物！不惜一切代价攻破此城，绝不能让他稳固境界。阵法撑不住了！元婴戒修，不！人族元婴，安敢插手我等之战？你违背约定！
逃！快逃！人族原野老怪插手了！不！老祖救我！一剑，仅仅一剑，这就是元婴老怪的实力吗？晚辈紫霞恭迎九剑仙老祖法驾，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起来吧，梵文入劫就免了。老夫路过，闻到酒香，感应到妖气冲天，顺便砍几头不开眼的小妖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刚才那股结丹异象，九转金丹，没想到这偏僻之地竟能出这等人物。小女娃，带老夫去瞧瞧。是，老祖请随晚辈来。好纯粹凝练的金丹气息，根基扎实的吓人，果然是九转金丹无误。小家伙运气不错，底蕴更是了得。元婴后期哪修士剑修，至于道姓要见我，是福是祸？以对方实力，若真有恶意，无需等候。既然以礼相待，自己也不能失了分寸。这位道友，这是五行宗的太上长老九剑仙前辈。武灵不过130，竟能凝成九转金丹，根基之雄厚，法力之精纯，老夫平生仅见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师承何派？晚辈周云见过九剑仙前辈，多谢前辈方才出手，并无失诚，偶得前人遗泽，方才侥幸结丹。很修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偶得前人遗泽，能培养出你这等九转金丹的遗泽，怕是了不得。不过散修之路艰难险阻，尤其在这妖族入侵的乱世，更是步步维艰。小子，老夫看你顺眼。资质心性皆是上上之权，可愿入我五行宗，挂个克卿长老的名头？克卿长老，放心，不是束缚你的自由。克卿长老无需常年驻守宗门，平日行动自如，只需每年完成宗门下发的一定任务，或是出手解决些麻烦。相应的，宗门会为你提供庇护、修行资源以及查阅宗门典籍的权限，如何？承蒙前辈看重，晚辈感激不尽。晚辈愿加入五行宗，任克卿长老一职，必当恪尽之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爽快！这是我五行宗的克卿长老令，五行令。凭此令，可自由出入宗门大部分地域，也能证明你的身份。宗门的具体规矩和福利，等你到了宗门，自有长老告知于你。老夫还要赶往北京前线，那边的老妖怪们不太安分，没空带你回去了。你自行前往五行宗山门报道即可。为什么？就在中州地界的五行山脉，随便打听都知道。小子，好好修炼，别浪费了你的九转金丹。老夫在五行宗等你。九转金丹出事的消息，恐怕很快就会传开。继续留在这里，难免会成为焦点，甚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以我如今的修为，若是再有转生领域，哪怕不敌，也有自保之力。不过，等我实力再提升一些，还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。沈青瓷，我已经九转金丹了，你再遇到我时，想到当初抛弃我和双儿，是否为后悔？从桃花村少年到春秋门杂役，再到如今跻身九转金丹，成为五行宗克卿长老，这一路走来，艰辛坎坷，机缘不断。如今金丹已成。我的目标将远不止于此，金丹之上还有元婴，还有化神，长生大道，漫漫其修远兮。